好，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走出科学》，我是邓肯，他是月月。今天给大家讲一位粉丝朋友过去2年经历的离奇恐怖遭遇。在三毛那期节目里，咱们曾经讲过呀，三毛曾在沙漠里捡到过一个项链，被当地人称作死果。后来三毛的身体每况愈下，甚至大出血，都和这个项链有关。我们怀疑这个项链有辐射。那么今天的故事也要从一个手串说起。这位当事人在工地做工程。2022年6月，他在西藏的某个小镇上进行希望小学的项目搭建。由于是慈善建设，他又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在验收那天，当地的一位僧人就赠送了一串嘎巴拉给他。这是当事人给我们的图片。嘎巴拉不是普通手串的意思，而是人骨制品的俗称。用宗教的说法，一般由已获圆寂的报身有修为的人在死亡之后，将其头盖骨、腿骨、指骨捐出，以制成特殊的法器。当事人说，得到这个嘎巴拉之后没有太在意，因为自己平时就不喜欢戴文玩、手串这些东西，耽误工作。但盛情难却，最后还是收下了。而没想到，正是这串手链成为了一切诡异经历的开端。1个月后，2022年7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当事人从西藏回到了自己的公司，进行项目完工后的相关工作。到了办公室，跟同事们聊天的时候，其中一位女同事小刘就对当事人佩戴的嘎巴拉产生了兴趣，觉得很有意思，想让当事人拆下来几颗分给他，跟自己的手链穿在一起当配饰。当事人没在意，就随他取了6颗。随后又跟同事们聊了会儿天，时间来到5点多该下班了，就开车回家。而就在回家的路上，大约5点30分左右，穿过一个桥洞后，当事人说，我明显感觉眼前有个白色的光影闪过，我下意识踩了脚刹车，但手中的方向盘却像不听使唤一样朝左打去，结果撞上了前面一个奔驰 E。 万幸的是人没事，这是当时现场的图片。下车后跟前面奔驰车的车主进行了协调，将现场情况上报了交警，最后判定为当事人全责。办理好后续所有事情后，已经是晚上9点左右了，拖着满是疲惫的身体在路边打了个车就回去了。到家后躺在床上也没心情吃饭，回想刚刚撞车前的情况，当事人说，我敢肯定我没有疲劳驾驶，更没有喝酒，眼前那一闪而过的光影是个什么东西，不得其解。想了会儿想不通，就自我安慰，可能是前段时间压力太大没缓过来吧，便不再思考，浑浑噩噩的就睡过去了。之后从2002年7月到2023年1月，这中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时间来到2023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公司的新项目，准备去外地进行施工工作，和我搭档的几个同事，包含小刘就是要手串的那个姑娘，小张、老胡、老范，我们5个人到了当地后，我们在项目附近租了几间房子作为临时办公地以及生活所用，就是图中这个。房中装有监控探头。2023年3月，项目正式开工。小刘是女生，负责项目开工资料方面的事情。3月12号晚上，小刘由于要准备的开工资料很多，就独自一人加班到很晚。第二天一早，小刘突然接到自家姐姐的电话，传来噩耗，自己的奶奶去世了。小刘接到消息后，整个人都颓废了。自己1个多月前还跟奶奶在家里一起过年呢，怎么老人家突然就走了？而且之前家里一点征兆都没发现。小刘跟公司领导请了假，昏昏然的就订了当晚的机票，准备回去。当事人和小刘是老乡，看他的状态不正常，就干脆也请假陪他一同回去，正好也回家看看。当事人说，在此期间他和小刘的嘎巴拉手串一直都在身上带着，我俩都没往这上面想说这上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到了小刘老家后，小刘按照当地农村的习俗进行了白事的办理，我也在他家帮忙，毕竟认识这么久了，还是同乡。在小刘奶奶下葬后的当天晚上，亲戚朋友都来吃席，我也在其中。我坐的那桌上有个8、9岁左右的小孩，不停地盯着我。他母亲见状便教训了他几句，但这个小孩还是一个劲儿的扭头盯着我看。当事人说，我笑着逗小孩，小朋友
盯着叔叔干嘛？是不是叔叔很帅呀？下一秒，小孩子便哇的一声大哭出来，怎么哄都不好。小孩的母亲也是急得不行，周围人都看向我们这桌。当事人说：“我此刻尴尬得很。”小孩的母亲已经脾气上来了，训斥道：“哭啥哭？你娘我还在呢，有什么可哭的？”小孩回答却让所有人不寒而栗。小孩指着当事人说：“这个叔叔带来的几个人都跳上桌子把菜抓完了。”听完小孩这话，当事人说：“这一桌子人都不约而同地瞟了我一眼。虽然说是童言无忌嘛，但在农村啊，人人都很忌讳这种事情，特别是小孩子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大家都会当回事儿。”此时，当事人说：“我已经无心吃饭了。”起身跟小刘打个招呼，便回去休息了。好在这一晚安然无恙。2天后，料理完这边的事情，小刘和当事人一起搭飞机回工地去了。在途中啊，当事人无聊，就把那晚吃席时小孩说的话给小刘讲述了一遍。没想到小刘听完满脸惊恐的样子。镇定下来后，小刘也给当事人讲述了一件怪事。他在接到家里传来奶奶去世电话的头天晚上，他一直在加班。凌晨1点左右，他正打印文件呢，就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啊，叫声不大，起初以为是听错了，就没有在意。可不到1分钟，这个叫他名字的声音再次响起。他第一反应是，这个声音与自己的姐姐非常像，而且这次没有听错。小刘便打开办公室门，向外左右探视了一圈，发现四周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再加上外面一片漆黑，不由得心里发毛。因为这个临时的办公室啊，外面是荒郊野岭。小刘关好办公室的门，收拾东西，不想加班了，匆匆回到自己房间睡下。听完小刘的讲述啊，当事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的姐姐还健在呢。但是啊，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幸好是在飞机上啊，人挤人，人多嘛，有安全感，大家都不会太害怕。索性先回工作的地方再看情况吧。回到工地后，一直到11月这段时间啊，都没有再发生任何离奇事情。本以为2023年就这样安然度过了，可就在上月2023年12月6号的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让当事人再度陷入到那种久违的恐惧当中。夜晚9点左右，大家各自回到房间休息了。当事人说：“我躺在床上刷着手机视频，直到10点40分左右，我听到隔壁的办公室传来咚咚的声音，这声音像是什么东西掉在了地上，又像是有人在走路。为了安全着想，万一是小偷进来偷东西怎么办？我便打开手机监控查看办公室里面的情况，但办公室里显示一切正常。我又打开回放看了好几遍，发现刚才发出声音那段时间，大家看，让当事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好端端的水瓶子怎么就突然倒在了地上，而且里面是装满水的，好像是有人用手啪嗒拍了一下。当事人吓得瞬间关掉手机监控，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一早，他便拿着手机给几个同事都看了一遍，并将之前自己的车祸和小刘的遭遇全都说了出来。大家也觉得无法理解。而此时小刘突然说道：“整个办公室就咱俩这1年来发生过无法理解的事情，你不觉得咱俩有啥共同特点吗？”当事人问：“啥共同点啊？”小刘瞪大个圆溜溜的眼睛说：“就是咱俩都有这个嘎巴拉手串啊，而且这些事情都是自从咱俩戴了这个手串后才发生的。”当事人这才反应过来，时间上确实是巧合了，但截止今天为止啊，他依然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和一个手串会有关。既然想不通这个问题，于是就想着能不能靠玄学来解决。12月17号，他们找到了当地比较出名的一个麻婆来办公场地这里勘察。这个麻婆呀，年龄很大，看上去得有60岁了。来了之后，先在办公室里走了一圈，然后又到外面看了一圈，嘴里还不停念叨着什么。不一会儿，麻婆走到了外面的一棵树下面，就停了下来，说：“一切的问题都在这棵树上。这棵树啊，风水不对，常年晒不到太阳，聚了不少阴气，久而久之变为了煞气。而树的位置不正冲着你们办公室门口吗？可
可谓是冲煞。这些话呀，给几个当事人听得一愣一愣的，便问麻婆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麻婆说有，你砍掉上面几颗大的支茎，放出煞气，再用香灰啊在砍掉的支茎处进行涂抹，这样就能化解。说完，几个当事人便按照麻婆的话砍了几个大树枝，紧接着麻婆突然拿出了不知从哪儿带来的香灰涂了上去。做完这一切之后，已经是夜晚11点半了，给麻婆付完了服务费，几个人就一起回宿舍睡觉了。本来以为有了麻婆的加持啊，一切就将恢复如常了，但才过了1周，可怕的事情又发生了。12月23号晚上10点，大家都已各自回房间休息了。没过多久，隔壁的办公室又传来了动静。这次当事人在群里问了其他人，有没有人听到什么声音？大家都表示听到了，并且陷入了恐慌。这声音啊，就像是有人在挪动椅子发出的，或者说是摇椅子一样的声音。当事人躲在被窝里面，紧紧地抓着被子，虽然心里很恐惧，但巨大的好奇心还是让他打开手机查看实时监控，看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第二天一早，大家一起商量了一下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起事件，为了安全起见，当事人几人就决定退房，重新找地方住。这个事情发生在1周前目前为止，当事人搬走之后，他说还算一切顺利。不知2024年到来之后，他还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希望一切都过去吧。所以直到现在1个礼拜过去了，当事人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的这些事情。是巧合？是椅子瓶子被封的作用？还是说和嘎巴拉手串有关？还是麻婆说的跟那个树有关？所以大家决定先搬家吧，之后再看看。这个手串我问了一下，他目前不敢戴了，但是还是收了起来，也没有敢扔掉，怕扔掉也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以上就是这位当事人朋友在过去1年，尤其是上周发生的一些诡异事件如果有后续，我再给大家更新。但其实我对每一位当事人朋友的祝福都是祝你没有后续。那么非常感谢这位粉丝朋友的投稿。老实讲，许多朋友后台的投稿我都看了，非常感谢大家。但是大部分都是一些个人的经历，比如噩梦看见黑影之类的像这种有视频的就比较珍贵了，正好让我水了一期节目。那么说到这个监控画面突然让我想起了3年前曾经轰动一时的一段微信聊天记录里面的视频。所谓一个民宿老板拍到纸扎人正好借着这期节目给大家讲讲。2020年8月中旬，一段惊悚的聊天视频在朋友圈中被疯狂转载。截图中，一位来自西双版纳民宿的老板声称自己可能遇上不干净的东西了。他在店内的监控实时画面中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所谓纸扎人。在监控屏幕的右下角，大家看有一个身着紫色衣服、扁平的诡异纸人。民宿老板把手机镜头对准监控中出现纸人的门口，那里空空如也，连一丝紫色的物品都没有。当镜头再回转到监控屏幕时，监控里右下方却依旧站着那个紫色扁平的纸人。这一幕实在是让人汗毛倒竖，不寒而栗。他拿了一瓶水放在纸人出现的明显的位置，那里叠放着很高的毛巾和浴巾，水瓶就放在最高处。当画面又回到监视器时，紫色的纸人再一次在模糊的画面中出现了，他一动不动地立在水瓶和毛巾的旁边。民宿老板说，每次手机镜头对准监控画面时，自己就能听见类似电流的声音在微微响动，既像风带起物品的声音，又像窸窸窣窣的脚步声。但是视频里始终没能收录到任何声音，而且在自己转头看向门口时，就觉得自己身体有些沉重，缺少润滑油的机器成轴一样，手臂和后脑也会微微发麻。不过这些感觉往往只有一瞬间，也不是特别的明显。有网友开玩笑说，
那是他和你捉迷藏呢，藏到你背上了。有网友坚信这就是纸火店常用祭祀用的纸扎人。摄像头本来就能拍到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民宿老板这就是遇到了所谓民间的不干净的东西了，需要进行某些仪式破一破。可是当年我第一眼看到这个视频，我有个疑问：监控摄像头是摄像头，难道手机摄像头就不是了吗？我们常说人眼看不到的东西，有时候镜头会拍到。那么为啥监控能拍到这个东西，手机就拍不出来呢？这不奇哉怪也。至此这个诡异的纸扎人事件这段聊天记录里就没有了下文了。我们走出科学，本着宣扬迷信，本着反对迷信、宣扬科学的精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一下这段录像。首先，这事件的真实性存疑，至少我本人是不相信的。之前在分析财贸大学女孩养小鬼那个视频里，我们说过，微信聊天记录里流出的这些视频不一定靠谱，甚至不太靠谱。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整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线。聊天记录里显示时间是星期一晚9点30分，而监控画面中的视频是星期五。他说自己第一时间遇到了这个问题，发到微信群里。那监控中应该写星期一这是本事件最大的破绽。有好事的网友把监控画面放大截图，发现这个所谓的纸人十分像马桶，也许就是在视觉的误差下形成了纸人的形状。还有民宿老板说自己生理上的一系列真实感受，这就比较主观了除了他本人，谁也不知道这些感受是否是真的就算是真的，那也有可能是极度恐惧之下的心理作用。所以说我更认为这是无聊的人编造的一段视频记录有可能是他在家里看监控的时候，发现那有一团紫色的影子反光，好玩博眼球，拍了这么一个视频，说那有鬼。因为本身正常这段视频看去，如果你不提纸扎人，不提闹鬼，不提灵异这些东西，你光看过去，这其实就是一段普通的视频。你提纸扎人之后，大家再看，越看越像一个鬼，像一个小人。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分析归分析批判归批判。其实我还是希望2024年网上能多流传出一些这种恐怖视频，好让我多水一期节目。最后祝大家2024年新年快乐，祝大家一切顺利。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暂时生活在困难和挣扎中，请大家相信，还是那句话，一切都会过去。2024年我们一起干，打死月月。发什么呆呢？饿了？不是有吃没吃的了。哎呀，爸爸给月月饿着了。爸爸给月月找点吃的哎，过来开饭了。打死月月，先打死再吃饭，不饿呀。月咕噜噜，小母猫，小闺女，小宝宝，别打死月月。哎呀，慢慢吃吧。